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傅山海溜了一圈没下定决心定档，诚意领衔，男女配都值得期待。傅山海这部电视剧如果因为最近的事情被无限期雪藏，作为观众，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诚意的敬业在圈内也是数一数二一般的存在。作为横店的常住户，每年暑期都会有一部诚意主演的电视剧上映，这也是观众们最期待的时候。从沉香如屑到莲花楼，再到今年的傅山海，都是诚意的主打区。甚至在古装武侠赛道，目前没有人能打得过诚意的名气。诚意的演技是非常让人舒服和惊喜的，因为他每次都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角色体验。这部电视剧也是一部男频电视剧，主要讲述的就是主角萧秋水这一人物历经坎坷，最后完成人生抱负的故事，是非常励志和新颖的。如果因为女二的事件导致这部电视剧无法上映的话，我第一个为演员班子不值也感到非常的可惜。可惜这么好的剧情和这么好的演员们的努力付出，最后全都付诸东流了。01诚意，从琉璃里破碎感拉满的雨丝凤，到莲花楼中隐忍豁达的李莲花，她硬是把古偶虐恋演成了破碎美学代名词。最绝的是琉璃里情人骤发作的戏份，嘴角渗血的弧度像是用游标卡尺量过，连睫毛颤动的频率都能对应疼痛等级，硬生生把美强惨练成了可视化痛觉。他的瞳孔能分层次传递情绪，沉香如屑，李应渊垂眸时，睫毛在眼底投下的阴影面积与隐忍程度成正比。莲花楼更见功力，李莲花毒发时左眼充血显病态，右眼清明藏智慧。但现代剧稍显拘谨，南风知我意，李眼霸总时，某些凝视镜头的时长像是开了计时器，深情的过于工业化。从琉璃里晚见花时衣袂翻飞的弧度，能把武侠剧拍成3D 动态水墨画。莲花楼更见巧思，李莲花毒发时指尖蜷缩的节奏，把五脏六腑的绞痛演成了可视化心电图。但现代剧偶露马脚，底线里穿法官袍时绷直的脊背，把职场戏演成了礼仪培训现场。明明长着张能演偶像剧的脸，偏在吐血戏里死磕。琉璃里蓝衣染血的镜头血洗剪刀手圈，情人皱红纹爬满脸颊的瞬间，比任何珠宝高定更让人心颤。建议多接莲花楼类复杂角色，在内娱古偶赛道实属孤品。当同期小生还在卷腹肌时，他早把眼尾红晕练成了情绪等高线里莲花那滴悬在睫毛上降落未落的泪，够观众逐帧分析出3000字小论文。02古力娜扎，古力娜扎从择天记里仙气飘飘的徐有容，到风起霓裳中聪慧坚韧的库迪琉璃，她总能在古装赛道里劈出视觉系美人的独特存在感。最惊艳的是12坛里夜明珠化身的夜明，月光下回眸时瞳孔泛起的幽蓝光泽，把非人感演成了3D 特效，连发丝飘动的弧度都像是经过流体力学计算。风起霓裳里看裴行俭时，眼波流转的速度能让人脑补出80集甜宠剧情，但遇到复杂情绪就显短板。家族蒙冤那场戏，本该层次分明的悲愤被瞪大的美眸稀释成了琼瑶式震惊。风暴无眼情报员稍见突破，盯监控时眼球快速扫动的频率，把职业敏感度演成了人体扫描仪。可惜哭戏仍困在仙女落泪模板里，泪水滑落的轨迹工整的像用直尺规划。新疆武功底在打戏里大放异彩，云之羽李雪公少主挥袖结印的姿势，把法术对决拍成了敦煌飞天实景秀。但生活戏凹显僵硬，归还世界给你里喝咖啡时绷直的指尖，把女强人演成了 AI 机器人。风起霓裳市集戏更见巧思，假装跌倒时裙裾扬起的角度非常具有美学暴击。
如今看娜扎的戏，像在观赏移动的国家地理封面，每一帧都美得可以截图当壁纸，但看完全集总觉少了点抓心的钩子。风暴五里那场被删减的枪战戏，流出片段中他翻滚躲避时散开的发丝，比正片里所有台词都更有戏剧张力。当同期小花还在卷仙女落泪时，他早把每根睫毛的弧度都练成了戏，毕竟能把花瓶标签焊成个人特色的演员，或许正需要一部东宫式的虐心剧来破茧重生。03徐振轩，众人开始熟知他，相信是在电视剧《藏海花》中饰演的吴邪一角色。《盗墓笔记》这一大 IP 是非常炙手可热的，同时也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但是徐振轩饰演的吴邪却是观众们觉得最贴合他们心中吴邪的样子的，成功的把来自大学生的青涩感和大学生的懵懂清纯演绎的淋漓尽致，跟对手戏演员搭戏也完全能接住对方的戏。《藏海花》这部电视剧中的张起灵和吴邪都是非常贴合原著的。张康乐饰演的张起灵成功的把张起灵的清冷感和对于自己身世的好奇演绎得非常好，跟吴邪的对手戏也是非常养眼和精彩的，期待两位演员能各自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和更加优秀的答卷。04丁孝莹，丁孝莹最牛的地方是能演出角色的骨香，比如《雪中悍刀行》里青鸟的冷面飒爽，全程几乎没笑过，但眼神里全是戏护主时的坚毅，对敌时的杀气，甚至偶尔流露的隐忍，都藏在微表情里。到了大凤打更人的王思慕，她突然变成呆萌甜妹，整天笑嘻嘻，和青鸟判若两人，连观众都调侃这姑娘是不是把青鸟的冰箱门关上了。再到我叫赵甲第二的商界精英李之锦，她穿着西装往那一站，气场全开，谈并购时眼神锐利，完全看不出是甜妹专业户。这种反差靠的不是妆造，而是她对角色内核的精准拿捏。哪怕戏份少，丁孝莹也能把配角演成民选女主。比如青鸟在《雪中》里常当徐凤年的人形挂件，大部分时间站旁边当背景，但她愣是设计了一套微表情，听到对手吹牛时嘴角轻撇，看到世子遇险时眉头微跳，甚至被调侃这丫鬟眼里有800个心眼子。连她自己都惊讶观众能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正是这种活在角色里的状态，让配角也有了存在感。在早期雪中的打戏虽然流畅，但丁孝莹自己吐槽动作力度不够，下次的提前练体能。演高冷角色时，偶尔会显得表情太崩，比如青簪行里被吐槽冰块脸。不过这2年肉眼可见他在突破新剧《又见逍遥》里演苗族女将军盖罗娇，既能风情万种的撩人，又能杀气腾腾的干架，连原著党都夸这姐的演技实力。这部电视剧如果没有被雪藏，而是上映的话，相信奔着诚意的演技去的人一定不少。这不仅仅是对这部电视剧的支持，同时也是对诚意的相信和支持。正是因为诚意一次又一次给观众们带来了数不清的惊喜，从琉璃到沉香如屑，再到南风知我意，再到后来的莲花楼，一次又一次，让观众们已经相信了诚意扛剧的实力了。所以作为观众的角度来说，这部电视剧不管播不播，对于各位演员来说都是一次考验。